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是不是来迟了？我刚刚联系了做髋关节置换术的医生，他说是他的责任，他会道歉和弥补的。老太太已经走了。那大黄鸭他警察送她去殡仪馆了。郑医生也写了谅解书，应该能轻判一些。但是错了就是错了，还好他能来送老太太最后一程。李爱芳女士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大黄鸭因为情节较轻，又身体有恙，应该能争取到缓些。爸，我一直在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问题：什么是好医院？我想，光有好医生和好技术远远不够。
他要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，医护之间的彼此配合。真的好难。但是我会继续努力，和我的队友们一起，和海城医院一起。来，秦董，喝水。我不是来喝水的。之前几次给你电话，你都敷衍了事，我只能亲自过来一趟了。哎呀，秦董，我知道，但要开除证人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啊。证人现在可是我们海城最有名的医生，北大那边也明确表示要挖他过去。我这边刚开了他，北大那边就把他接收了，那可就是高升啊。总之，我就是不满意。你看他把海城搞成什么样了？光接入一个科室就搭了那么多钱。而你接手之后大兴改革，却没有任何成效，也没达到年度目标。证人的团队现在正在准备一台全球瞩目的手术，如果手术成功，转亏为盈是迟早的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都打听过了，那个手术连妇儿医院都放弃了的。人家可是儿科的行家呀，确实难，所以才备受瞩目嘛。所以，按照你这个意思，你这是非要保他不可了？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，毕竟我现在是这儿的院长。院长啊，行，你这个院长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？听说你要直播练体型分离术，我以为你好点了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更疯狂。替补色和肝癌咱们是有把握的，可连体型分离术没有啊！你们连虚拟都没有攻克，怎么直播？但凡哪个环节出点问题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医院怎么办？团队怎么办？华尔街怎么办？证人你想过吗？你说完了？我说完了。我可以说话了。正是为了医院和院长以及患者家属考虑，才决定这么做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认为陈氏夫妻他们为什么会回来？是因为妇儿那边说只能做到保一争二，也就是说，为了保证姐姐能活下来，妹妹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。正是因为这点，
使得他们不再信任富尔医院，所以才选择不顾一切的回到海城，来找我们。苏云，正是因为这份信任，我们才要拼尽全力的守住他们的救命稻草。那为什么不选择基础手术，非要选择连体婴吗？是因为你和我说，院长要被逼离职。后来我去找了谢宁，跟他聊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。他愿意出钱出力的支持这场直播，与我们共担风险。如果成功，直播的一半的收益给海城，这样就可以帮院长渡过难关。这台手术已经很难了，我不想给你们压力。本来打算模拟成功之后再说的。我还是那个问题，直播时手术失败怎么办？如果失败了，我会离开海城，加入谢宁的团队，为他搭建医疗帝国。什么？我不想离开海城。苏云，这个手术我们一定要成功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最后决定了，直播连体婴分离术。而且，这件事情背负着所有人的命运，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有时候我觉得，冥冥之中，是陈妙在推动着这一切。为什么？他的梦想在这里，他的遗憾也在这里。于是17年以后，他把证人送回到了这里。他让老布得到了解脱，放下了心头最大的遗憾。他也让潘老得到了安慰，看到了更出色的后辈。他更是让我当上了院长，体会到了医院的使命和医院的艰辛，还有医院存在的真正意义。花儿姐，3根竖线，追求医术，固守医德。这才是真正的海城。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们就尽管放手去做吧。梦想是梦想，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。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，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，尤其是海城医院，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。我们不是慈善单位。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。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。我已经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前期投资太大，回收利润太低。
我要业绩，你要人命。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，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。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，现在交接到你们手里，你们更要团结。只有团结才是未来呀！你是个好妻子，但你更应该成为一个好院长。不要辜负我的厚望，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。世界第一！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门户。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。我们之前拟定的分离方案中，并没有考虑过心衰的问题，但现在妹妹的情况非常的不好，所以我们之前的方案必须要做出调整。我们通过3D 打印、计算机辅助3维数字成像技术，已经把连体婴的肝脏内血管进行了精准的结构重建，可以达到95%的真实手术相似度。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CT、MRI 3维定位，可以看到肝脏相连的部分非常的多。乔叶。妹妹室间隔缺损，动脉导管未闭，还有轻度的3间半反流，而且在发育的过程中一直盗取没有心脏异常的姐姐的血容量，所以我们决定等患有先心病的妹妹分离手术恢复之后，再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根治手术。心律不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？因为姐姐一直在给妹妹输血输氧，2个人的血液交通不仅导致了药物效果的异常，也导致了非预期的血压异常。所以我认为2套监护措施和有创检测是非常必要的。实施动态的血流动力学监测，可以让麻醉师第一时间发现危险，第一时间处置。分析得非常全面。既然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，准备开始模拟训练。开始手术。何姐，准备麻醉。好。确认。妹妹怎么还不睡啊？妹妹血压降低，妹妹血压降低。我们一直把2姐妹当做一个孩子，也就是16斤来准备麻醉剂量的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因为器官交互的关系吧。还有第2套方案，分开给药。氯胺酮5毫克，妹妹3毫克；维护溴胺0.05毫克，妹妹0.03毫克。确认。麻醉成功。这系统太真实了，吓得我一身汗啊！继续。下一步插管。小心点啊！小心！手术失败，插管失败，第1次失败。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从来没有。是体位的问题。之前我们操作都是平卧位，但这姐妹俩是连在一起侧睡的。侧卧插管确实罕见，而且他们俩的距离太近了，难度就增加了。我有个想法。如果我们把姐姐抱起来，让她趴在妹妹身上，
这样妹妹就是一种魔鬼。我们先给妹妹插管，然后再反过来给姐姐插管。可以试试。好。开始，准备，动作要轻，听我口令：1、2、3，翻。姐姐。妹妹插管完毕，翻。是，1、2、3，复位。插管成功，麻醉完成。该我们上了。不像是模拟手术，而像是真的开台了一样。云哥，这2个孩子的左半肝几乎完全融合，很难吧？而且连接处临近肝门和胆囊，无论分离时偏向哪一侧，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。所以必须精准判定相连肝脏各自的归属，再进行精准切分，保证血管的完整。用时1小时07分钟。开始分离心脏。交给我们吧。妹妹心率过高，心不脉。调完毕，确认。没有变化。再等一下。哦，应该可以了。姐姐心跳停止，扁体婴分离手术第3次模拟手术失败。麻醉给的药过猛了，你直接把我把姐姐弄没了。患儿心脏功能本来很差，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分离心脏。麻醉本来就是要把心率慢下来，慢下来。姐妹俩的血液是相通的，为妹妹给药的时候必定会影响到姐姐，这个确实很难掌握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再找找临界值，来，重新给药。调完毕，确认。失败。再来，重新给药，完成。
Is it always with anesthetics?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回去调整一下方案，好了再来。对不起，是我们麻醉科没有准备好，想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再调整，就会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我们再回去补充一下备选方案。你们确实应该提前做好准备。辛苦了，明天见。走吧。老贺，你留一下。这么多次模拟里，分离肝脏的时候都没问题，一旦分离心脏，就全部失败了。是的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手术无法解决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可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，就全都错了。先是麻醉，后是插管，现在是心率过快。我再想想办法，好好研究研究。麻醉科向来都有一句话。没有最好的技术，只有最适合的技术。老华，我相信你会找到最适合的。这个手术我们一定会成功。常医生，连体婴今天怎么样？妹妹还是心率偏快，尤其是喂食、睡觉的时候，气急多汗。不过幸运的是，目前还没有出现肝脏增大、尿量减少的情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事情我再通知你。好的。教授，在这个团队里，我跟你是最有默契的，但是在对待团队成员的态度上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。我比较含蓄，而你比较直接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我今天我不应该这么指责何倩。他是我们的同事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我们都在为连体婴心律不齐的问题想办法，大家都尽力了。但是他是个无能的人，证人团队不需要无能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打电话请我们的麻醉师过来。借调外援。好，就算这一次成功了，那下一次呢？我们每一次都要找你外援吗？他们次次能来吗？所以呢，我真的我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不肯去德国呢？看来我跟您沟通也没有那么顺畅。院长，不好了，秦丽人带着股东在来医院的路上了。你先出去吧。微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彬彬，在手术直播间饰演证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旭，在手术直播间饰演苏云。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。苏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。
性格苏云就有点孙猴子吧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边的孙猴子。那我饰演的其实是唐僧，然后老贺是猪八戒。他反正是海城医院来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介入科主任，别的科室的手术他也非常擅长，啥都会。这是何方人物？对，何方神圣，非常厉害的一位医生。合作之前对对方是什么印象？之前看过阿云的无证之罪，就是感觉他是一个挺正经的一个人。然后合作完之后呢，就觉得没那么正经。本人还是和苏云很像的，然后非常非常活泼，但是还是有另一面，他的另一面就是非常老干部，非常爱喝茶。因为他呢，我在这个戏里面把我的咖啡也戒掉了，因为他很懂养生嘛，啊，说这个茶不太好，不是这个咖啡不太好，让我多喝点茶。他人很听劝，对。看过彬彬的作品，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、比较冷面的这么一人。但是其实我俩也特别高兴，就是说，这个戏开拍之前，剧组也给了很长时间实习的一段时期。整个剧组我们俩真的算是非常快的就一拍即合了。几乎每天就老黏在一块儿，然后呢，从戏里慢慢的聊到戏外的很多东西也会比较多。这次了解以后，觉得彬彬可能跟银幕上的形象其实很有反差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也比较厉害的一点也是在这儿，真的很活泼的一个男孩子。对，然后平时在戏里面去塑造了就很多比较稳重的角色，也是蛮厉害的。两位是怎么熟络起来的？而且一个眼神啊，就是。但是我们刚开始肯定是奔着剧本方向去聊的嘛，对，然后聊着聊着发现，有很多东西值得探讨。因为这次的专业台词太多了，然后大家都互相探讨怎么去背。然后呢，我说我看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视频，可能好的，对于咱们背台词有比较有帮助的，可能还会互相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比如说你做手术的哪个部位，大致的了解一下，你做的在哪儿？对，然后你在做手术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起码知道在，就你也得知道你的台词说的是啥。对吧？更相信一点也是。两位怎么看剧中郑人和苏云之间的关系？对，他不是之前有 PTSD 吗？他拿不起手术刀，然后他碰上了这么一个大神，然后觉得他非常厉害，然后就是想去接近他。我就是算是他的半个徒弟啊，一直跟着他，想去跟他去学习。然后发现这个人吧，格格不入，他说话也比较梗啾啾的，见谁怼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越这样吧，苏云这边呢越想亲近他。然后突然发现，哎，这个人吧，他其实有另外的一面，是非常招人喜欢的一面，而且就是这两个人物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属性，因为这俩人都是孤儿，他无父无母，我也无父无母，就他们俩这方面是很亲近的。刚开始其实看苏云很不顺眼，觉得他吊儿郎当的，可能没什么医术，但是呢，从吊儿郎当的这种状态，然后后来慢慢发现，他是身上其实是有很多非常有优点的地方的，包括在艺术上面，然后就觉得其实他不是我第一次见的那样。然后两个人探讨如何治病救人的这个路上，慢慢的就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兄弟。我觉得苏云跟郑人俩人其实都是缺乏安全感的。苏云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方式，他是外露，会比较活泼一点，但郑人的缺乏安全感的方式，他是内收的，就他不愿意拒绝沟通。觉得对方饰演的角色和本人相近吗？我觉得完全相同。我觉得你也还好，但他比较相同的，有时候你特轴，你知道吗？你轴脸，你跟这个郑人太有点像。假如说我们演完一个全条，可能你就在就是65这块时候出现一点瑕疵啊，那其实导演就会说，哎，把这个65这儿重新补一下。但一般郑主任就不行，哎，来从1到100，我再来一遍。用一个词形容郑人和苏云的关系，那就是海尔兄弟。海尔兄弟，因为我们俩就莫名其妙会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就是我可能是3、4年前买的，阿云可能也是3、4年前买的。导演这样说，哎，海尔兄弟来了，海尔兄弟来了，舒可贝塔，只要能俩人能贴到一块儿的，那全是这俩。对，樱木花道、流川枫，对吧？鸣人是吧？佐助，都是我们俩。那个，如果要给这对组合起一个名字的话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再起个名字啊？那不行，不行。
我想到这词儿了，不行，就这样。对不对？这咱俩自己知道情况。对，我们再想想。对，我们私底下是有一个，但不能告诉你。私底下怎么称呼对方？阿云、阿仁，就很亲切吧？我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但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不经意的，有时候一放松也会阿仁，然后导演说：“哎，停，这时候你们俩关系没那么近了，别那么……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最难忘的戏是哪一场？我觉得还得是连亭吧。道具老师那个准备的那个连亭啊，太真实了，就看着真的就像两个孩子一样。所以我那天就拍了张照片发在群里面，我说爸，我说我在做手术，把连亭分开，然后救活他们。看你爸怎么回复你。牛啊，就是厉害，厉害。他一直在亲连体，疯狂的亲那个连体。我看到2-3次了，因为他做的挺可爱的，关键太像了哈。因为我平常这种生活中我就很喜欢孩子，我倒觉得当时咱们拍的第一台手术，在那个地震那会儿，咱俩第一天进去对，就快崩溃那天，就想后面还有10几台，这第一台拍成这样，后面咋办？其实我那台当时我记忆还挺深刻的。说实话，我是崩溃的，因为太复杂了，那你要去专注的去记住每一个环节，然后在每一个环节的细节上还要跟医疗指导反复的确认。虽然很难啃，但是还是啃下来了，就是成就感也很大，就感觉自己就像医生一样，这还挺自豪的。徐师姐，很难得有这样的剧组，就是把你的整个手术过程全部展现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。体会到了这个医生的不容易了，主要是，这真的穿着铅衣在手术室里站在那6-7个小时的这个感受，艰辛，自然而然的你会看到那种医生的那种辛苦跟心酸。yes。苏云最后能重拾手术刀的关键是什么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天台。你觉得天台看星星的一场戏，两人看星星，二人的一句台词说：“我可以等你的手好。” 就那场戏，我会觉得是一个感情递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吧。其实在我看来啊，当时帮助我的人有很多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觉得关键点是什么？就是能让苏云心尖那么一颤的那么一个人，和一些话。这些话那些人都没有做到，只有郑人做到了。他用他独特的方式，他让苏云的心颤，而且颤了很多次。郑人原来是像一座冰山我这么比喻吧，可能其实一句话，他点燃了我融化了他，就是一个冰山配上了一堆干柴火。突然有一天呢，就是通过这个光学效应，冰山透过光把这干柴火给点燃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柴火把这冰也融化了。也想了一下画面，冰山吧，对 ，OK， 对吧 ？OK， 是不是？还蛮贴切的，蛮贴切的。当苏云去劝得知真相离开医院的郑人时，郑人心里是怎样想的？其实苏云来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他说：“你忘了医生的职责吗？”那一刻其实是把郑人的那个打到灵魂深处了吧？那一刻，治病救人。对，永远第一。虽然面子上还是，好像没有给苏云回他这份情，但是其实，在这人的心里已经是。暴走吧，大明星！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戴旭，我是张彬彬。你们两个性格相比，很适合搭档。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，世界第一。那咱们就是先互相点评一下彼此跟角色的适配度吧。性格我觉得挺反的，我觉得他反差真的很大，因为他平时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人。我在片场我看他去就是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，有很多地方都是他是在很克制的在控制自己，比如说你的走路，记得就是因为导演就说他有时候得走吧，就平时就像他自己的那种性格，大大咧咧的。然后导演说不行，说那个郑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，然后呢你胳膊不要摆得太厉害。然后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，我们都刚开始都会有一些紧嘛，然后可能走路我们俩都很别扭，僵住了，都僵住，都很别扭。说来你们俩回头看看，来看看你们俩现在走成什么样了，一看不行得改一改。戴旭老师就是没有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一本正经的，应该没认识他的时候，觉得他是一个一本正经的，然后呢，人也很帅，戏也特好，然后
接触了之后发现，就是其实性格和我还蛮聊得来的，相处也很愉快，也很活泼，就是话特多，然后特贫，比我还多，然后特贫，然后反正挺好的。那你们2个人对对方的网络印象是什么呢？一本正经。我对彬彬的印象就是大帅哥啊，然后见到那个本人以后也是大帅哥，很有安全感。怎么他是要保护你吗？所以就不要老比手，你看，来，你看手，你看多安全感，你看他手多大的，对吧？你看。是用3个物品形容对方的。麻将，可以啊，国粹嘛。花衬衫、茶、咖啡、书，他平时爱看书。股标戒了，确实是对。鼠标现在也戒了，他戒掉了，他戒掉了。差不多了。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还非常 Q。手术直播间这个医疗台词啊，对，就让我没有机会打游戏。我们俩屋里面，我们经常串门嘛，他屋里面也全是便签条，对，我屋里也全是便签条。有时候洗着，然后可能偶尔瞄一眼，就在洗头的时候就看着台词背一遍，